上海、深圳开始出现新型的婚姻模式了，绝对会颠覆你的三观，看看你能不能接受。像上海、深圳呢这样的一线大城市里面，竟然在00后的一个年轻人当中啊，已经悄然兴起了一种新型的婚姻模式。这个模式呢，让人看了之后绝对会颠覆三观，甚至让一些老年人感到这个羞耻。现代社会啊，科技快速的发展也就算了，但是呢，婚恋模式也随着快速的变化，甚至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前沿。从最初的包办婚姻到后来的婚姻自由，又短短延续了10几年。可现在既然又在大城市里面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潮流，反而是00后推送出来一种新型的婚姻模式。所以说我这个80后啊，思想也不古板，但是呢，还是觉得不可思议，无法接受。真的不知道社会进步的这么快是好事还是坏事，总感觉这种婚姻模式啊，就像动物一样，有点冷血。说到这啊，估计很多人都迫不及待想要见识一下。那么新型的婚姻模式和传统的婚姻模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那么咱们好好看一看，看你能不能接受。特别是第4条，感觉像不像动物？这第一呢，就结婚不需要彩礼，更不需要嫁妆。现在年轻人都生活压力大，都懂得父母的不容易，结了婚呢都要这个老两口的半条命。所以说推出这种谁也不跟谁添麻烦，省得以后结了婚之后还要跟着一起还账。离了婚呢，因为一点彩礼或者这个财产闹的是人尽皆知。这样不要彩礼又不要嫁妆，双方都没有任何的负担，更不会因为彩礼的问题，一个光棍一辈子，一个剩女一辈子，对不对？就这个彩礼这个事情啊，特别在农村，就跟卖姑娘似的，动不动要个10几、几十万，所以说造成很多人呢都不敢去农村娶这个姑娘。第二呢，就只领证不办婚礼，这个相比很多人从电视上面看到的过，一般2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，就不能够为了这个名正言顺合法只领个证，不去折腾这个婚礼，省得家里面人呢在大把宴席之后啊，还要面对亲戚之间的往来。然后呢，可是到了最可怕的时候呢，就是还要催着你呢，然后就是说生孩子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就是跟自己有病似的，一直不生。其实呢，这才是最大一个原因。第3个呢，就是车子、房子各出一半。这个一般情况下来说啊，都是其婚前协商好的，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以后离婚那财产怎么去分割这个问题。那么车子是各开各的，谁也不去贪谁的便宜。特别在大城市里面，这个房价这么高，一个人想要拿出1000万的资金的话是很难的，对不对？2个人的话反而会更容易凑。第4个就生活开支了，养孩子说到这里啊，这是感觉真的这种模式太冰冷了。如果要是双方谁也不想包容谁，谁也不想去麻烦谁的话，那结婚对不对？没有啥意义了，对不对？难道就为了这个延续后代吗？想想以后带孩子出去吃饭，付账的时候妈妈付一半，爸爸付一半，到时候让人家怎么看？第5个就是谁也不跟干预谁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就表面上是结了婚，就像那种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大家族与大家族的联姻，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的。当然这样的话基本上是过得不幸福的。第6就是逢年过节各回各家，人情往来呢各出各的，对不对？省得以后谁去谁家，对不对？谁去谁家多，双方父母呢都是自己父母都一样对待，索性呢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，对不对？人情往来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博大精深的一个文化，也是考虑到以后啊离了婚谁再去占谁的便宜。所以说以后离了婚呢，是不是这样？以上这6点呢，这个婚姻模式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要是可以的话，资金可以允许的话，可以多换几个。没有实力的话，大家就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